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课程，这是一个系列课程，课时比较多，可以全面的帮助大家复习和准备 HSK 6级考试。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从而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听力的第二部分。大家都知道听力的第二部分比较难，所以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认真一点，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前边呢，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这个听力第二部分有什么样的题目，它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也介绍了一点小小的方法。但是当然，这些方法还是不够的。下面呢，我们要继续看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学习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方法里边有一点叫做从长段中提取主要信息那么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如果是让你去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自己的想法，你有2天的时间，一边想一边写，你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非常有逻辑的，非常完整的每一条每一行都非常清楚的。但是如果我突然问你一个问题，你完全没有准备，你要马上回答我，你回答出来的内容和你写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写的有时间准备的写的东西是特别这个完整的、通顺的、逻辑很清楚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很多时间，你一边想一边说的话呢，你说出来的话常常是很多重复的，逻辑可能有的时候不太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完全没有准备。那么记者在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被采访的人往往也没有什么准备因为他不知道记者会问他什么问题。所以当记者把问题问出来的时候，他就是一边想一边回答。所以他在回答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说很多说很多，翻过来覆过去的说，反复的说，可能3句5句都是一个意思，或者是说呢，他说一下这个，说一下那个，然后这个再说一下另外一个，那这里边最后只有一个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采访的特点就是非常长，但是有用的信息是你需要自己去找的这个跟我们的那种认真的写文章的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这个特点呢，大家一定要了解到。所以说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有一个部分听不懂的话，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问题不大，因为你能够听懂的部分往往是可以告诉你答案的部分我这样说，可能同学们没有什么感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这个女的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她说这个展览能记录时代的变迁，并留下些什么吗？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的的回答。如果是你或者是我可能会先会说对呀，能啊，或者说哎呀不能，就是会很直接的去回答问题。但是呢，艺术家们或者是一些运动员，或者是一些被采访的人，有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我还要解释一下。所以你在看下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容易。你可以试一试，先不要看，先听老师来说。你先听一下。回头看某些东西的时候，不能怀着猎奇心态，应该带有一种人文关怀。作为艺术家，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法，通过跨学科的知识，对这个地方做文献型的记录。我们的展览是对凤凰近10多年来发展历程的收录，以调查问卷的方式、雕塑绘画的方式
文献记载的方式、图片、影像的方式等等，来呈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听完了这段话之后，听到了一些词是我们不熟悉的词，甚至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听完了以后，我感觉好像也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也是有点难的，不知道他想问什么啊。我们在听采访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这种问题，就是说了很多，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啊。这个是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因为你想一想，采访啊，就当时问你一个问题，你马上要回答，你可能没有时间去准备，所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那反而脑子会有点乱啊，听上去不是那么清楚。那我们看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次展览记录了什么？这次展览记录了什么？那在这个很长的一段话里边，在这个不太清楚什么意思的一段话里边，有一句话叫做“我们的展览是对凤凰近10多年来发展历程的收录”。所以答案里边 A 北京的文化有关，北京的变化没关系，苗族的民歌没关系，城市和农村的不同没关系，凤凰近10年发展历程，对的，所以答案就应该选择 D。 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听的时候觉得那么难，做题的时候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这种情况在做采访题的时候其实还是挺常见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回答的特点，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他最后还是会回答你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很直接，而且有很多跟问题没有关系的词和句子啊，所以你只要是能够在这个长的文章里边找到这个答案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当然了，你没有办法去看，你只能是去听。那你听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有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就是你去记你能够听懂的部分，第二个就是你去记能够回答问题的那个部分。他说是展览能记录时代的变迁，留下些什么吗？他问的是这个展览记录的东西，对不对？那他说的是我们的展览是对什么什么的收录，这个其实就是核心的内容，这个一段话里边最重要的内容。当然了，他还提到了，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人文关怀，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听到这样的一段话里边，你最需要记住的就是人文关怀不同的方式，还有就是凤凰10多年的发展历程，然后就可以了所以你只需要去记住这个里边最重要的内容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在长段中提取主要信息。实际上呢，在采访里边，我们在听这个采访题的时候，这样的情况还是非常常见的。因为一般来说，这个作者这个作家呀、艺术家呀、运动员呀，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很多，但是他说的很多里边，可能只有2、3句才是最重要的。那你要去练习一下你要去找到记住最重要的那2、3句，那这样的话做题就不会成为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方法，叫做长段中提取主要信息。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个方法，叫做充分利用多余信息。我们刚才在说一个人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一边想一边说，脑子可能有点乱，所以他说的不是很有条理，不是很有逻辑，可能会反复的说也可能会给你举一个例子那这样的回答，这样的特点也给我们一个好处，就是说可能有一个部分我没有听懂，
但是不要担心，后边他可能会再说一遍，他可能会再解释一下啊。这个在采访里边也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呢，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啊，真的不要特别担心，在听的时候不要一听不懂马上就很着急啦，或者是慌啦，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继续耐心的、冷静的继续听就可以了啊。前边没有听懂不要担心，这个句子没有听懂不要担心，非常冷静、非常耐心的继续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个题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2个题哈。女的问，她说呢，建筑设计是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您最投入哪个阶段？然后男的来回答了，所以你要记住，女人的问题是你最投入哪个阶段？那男人来回答，他说呢，像我们做方案的，按理说应该都很投入方案的概念阶段。那大家要注意，按理说应该怎么样，后边一定有但我们现在最投入的应该是后面的实现阶段，实际上这个就已经是答案了。那后面我们继续看一下啊，这也是我目前困扰最大的。我们不仅仅是设计者，还是策划者，要从开始到结束的全程服务，所以我现在更关注后面的实现阶段，东西怎么去实现，这个特别难。这个阶段就跟那些一线的工人和厂商一样，你的图画得再漂亮，方案做得再好，到时候交给工人，工人说这个东西根本做不出来，或者工人就不给你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呀，那样太费劲了，或者他告诉你，你这个东西不行，再或者说需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你做的东西就没用处了。一个再棒的方案，需要完全实现展示出来了才是成功的。那非常长的一段话，他反复的在说一件事情，就是实现很重要。好的方案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方案，可以做的方案。如果你的方案再好，不管多么好，但它做不出来，那这个就是没有用的。所以整篇文章整个话啊，非常长的一些话，它实际上总体反复的在说一个意思。如果同学们在听的时候，第一句没有听清楚，不要紧张，后边他还会重复去说这一件事情。当然了，他可能换了不同的说法，但是表达的其实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同学们有没有发现，第一句说应该是后面的实现阶段，后面在这里也出现了实现阶段，东西怎么去实现，工人做不了等等这些话，包括他说一个好的方案要完全实现出来才行。那我们来看问题是什么啊？首先呢，第18个题说男的重视哪个阶段？答案当然是 A， 实现阶段。那第19个题说男的认为什么样的方案才是好方案？他说一个再棒的方案需要完全实现展示出来了才是成功的，就是你要能做出来才是好的方案。所以 A 成本较低的没有说，绿色环保的没有，有较大利润的赚钱的也没说，他说的是可行性强的，就是能做啊，就是你的方案特别漂亮特别好，但是不能做，这就不能叫做好的方案。能够做的可行性强的就叫做好方案了，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B。 那么大家发现没有，这2个答案其实在这个文章当中是反复的出现的啊，反复的出现，所以有一个小部分没有听懂没有关系，
你其实能够用别的信息来告诉你答案啊。这个是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采访是有这样的特点的。所以呢，大家要注意的是在听的时候认真的去听每一句话，然后一边听一边去做总结。而且有一个部分没有听懂，不要紧张，后边继续认真的听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题目都是可以做出来的，所以集中很重要，冷静也很重要。好，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方法。那最后我再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是按顺序出题的，所以你也应该按顺序做题。什么意思呢？在采访的时候我们说过，记者会问这个人呢4到6个问题，那我们的题目也有5个，所以其实呢，他问的这个问题的顺序，记者问问题的顺序和我们这个题目的顺序基本上是一样的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一边听一边看。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看这2个，第2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看这2个，第3个我们看这2个，然后我们再看这2个我们是这样按照顺序去听的。那有的时候没有听到问题，我们先听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可以把答案选择出来了这是很常见的一种问题。当然了，我们刚才也提醒大家了，你需要去注意的是有数字的文章里面有数字，我一定要小心，需要选数字了。那另外就是说，看一看第4个和第5个，一定有一个题目是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关于女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一定是这样的问题。那这样的问题呢，答案可能在前边也可能在后边，所以你最好抓紧时间先看一看这个，有可能是第4个，也有可能是第5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抓紧时间赶紧看。否则呢，很多人都会在听的过程当中很认真，但是一看这个题目的时候想不起来了，有一些细节没有认真的听到因为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很重要。所以呢，一般来说建议大家尽量先去看这个题目，如果有 ABCD 认真看一下，在你听整篇文章的过程当中就会能够很快的找到答案。那老师一直这样说，同学们好像是可能是，但是并不确定，对不对？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做个题，一起来试一试到底老师说的是不是对的呢？首先我们为了大家做题更容易，我们先来每一个题目都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第21题。 A. 他热爱黄梅戏。 B. 他改革了黄梅戏。 C. 他为黄梅戏付出了很多。 D. 黄梅戏让他取得很大成就。那我们看完了 A、B、C、D 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采访跟黄梅戏有关系。被采访的人很有可能是唱黄梅戏的，或者是创作了黄梅戏，或者是爱好黄梅戏，这3种可能都有，但是一定是跟黄梅戏有关系的。那同学们可能不了解黄梅戏是什么戏。首先我在这里呢要介绍一下，因为同学们其实应该是要了解的。在中国呢，除了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娱乐方式和艺术形式，那戏剧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当然了，这个戏剧呢跟电影电视剧相比呢没有那么流行，但是呢观众还是有的。特别是一些传统的戏剧，现在呢我们应该说不是市场的主流，也不是最受欢迎的，所以呢了解的人并不多。但
但是很多同学应该都听说过京剧啊，北京 Opera 是京剧。那在中国呢，除了京剧之外，还有很多种传统的戏剧形式，比如说黄梅戏是一种南方的一种戏曲。那另外再比如说昆曲，它的历史是非常非常长的它要比京剧的历史非常长很多那么而且呢，京剧是从昆曲发展而来的，这个可能很多同学也不太清楚。所以如果你有时间，我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中国的传统戏曲，除了京剧之外，还有哪些剧种。那在这里，老师为什么要去介绍黄梅戏它是传统的戏剧呢？那是因为在记者去采访一个人的时候呢，通常如果他是唱黄梅戏的，或者是爱好黄梅戏的，一定会提到传统戏剧现代化的问题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戏剧。那在现代社会，怎么去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怎么去跟西方的音乐相结合等等，怎么去做改革和革新？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改革了黄梅戏这个词改革这个词。所以呢，在采访传统戏曲、传统艺术的这个相关的人的时候，一般来说都会提及现代与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平衡、结合、革新的问题。那么如果你了解这一点，你知道黄梅戏是传统戏曲的话，那是不是在听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容易呢？然后我们来看第22个题， A 是5年， B 是15年， C 是30多年， D 是50多年看到了时间，所以我要认真的去听，在这个采访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时间，它是跟什么有关的。那这个时间据老师的猜测，很有可能是问这个人从事这个行业多少年了，或者是他认识他的老师或者朋友或者太太多少年了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大家一会儿要注意听一下。第23题， A 年龄比他大， B 曾是他的学生， C 不会唱黄梅戏， D 是杂志社编辑在这个采访当中，除了被采访的这个人之外，还提到了另外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呢？关于这个人可以知道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这样的问题。那大家就要注意，如果在采访里边你听到记者或者他被采访的人提到了一个人，那你一定要注意去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那第24 A 都是空谈， B 应借鉴西方理论， C 需彻底否定过去， D 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那 A B C D我知道是黄梅戏，那 A B C D 这个第24题一定是关于这个人是怎么看待黄梅戏现代化的，怎么看待黄梅戏的改革和革新的，那一定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一定要去认真的听这个人关于黄梅戏改革的看法是什么。25 A 很爱他妻子， B 是省委书记， C 喜欢流行音乐， D 作品风格多样这个题目一定是关于这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或者关于这个人下列哪项正确。那这个题目的答案一定是比较难的，因为就是可能在前边，可能在中间，也可能在后边，
所以我要先看一看 A、B、C、D。那听的时候，只要我听到了一个答案，我马上就选择啊，我就不会犹豫了，不用听问题也知道问题是什么。那我们对这个5个问题做了一点小小的分析，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一起去听一下这个跟黄梅戏有关系的人提到了谁，然后他关于改革的看法是什么啊？关于他哪一个是正确的？我们一起来听，然后一起来听问题。大家可以拿一支笔，先把你认为对的答案先选择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再来看答案。好，那现在我们先听一下。第21到25题是根据下面一段采访。石老，说起您，很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却妇孺皆知。看来您的作品比您的知名度要高。1993年10月，在合肥举办我的个人声乐作品音乐会时，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很激动地到台上祝贺。他说他有很多话要讲，长话短说就2句。黄梅戏成全了石白林，石白林创造了黄梅戏。但我一直认为是黄梅戏哺育了我，当然还有其他民族音乐。说到黄梅戏，不得不说《天仙配》。这个戏不但倾注了您的大量心血，而且铸就一段姻缘佳话。您的妻子丁俊美小您10岁，曾是严凤英的舞台姐妹，在电影《天仙配》中扮演过4姐一角。你们在一起50余年，其间坎坎坷坷，相濡以沫，是什么让你们执手至今？按外国对婚龄的说法，去年是我们的金婚年。我对我的夫人始终保持一种仰慕之情。1954年我到黄梅戏剧团的时候，她才17岁，非常漂亮。我是她的老师，带音乐课，教乐理常识。20岁时她嫁给我，我有义务和权利去疼爱她，任何非分想法都是不允许的。在黄梅戏的创作上，丁老师对您也有帮助？那是当然，我有几个记黄梅戏唱腔的本子，第1篇记的就是他演唱的。我写唱腔，他是第1个听众，也是第1个把关者；我写文章，他是第1个读者，也是第1个参谋。在黄梅戏音乐史上，您是第1个采用总谱，又是第1个使用了混编乐队，第1个用手和板交替指挥。在夫妻双双把家还中，第1个利用了西洋男女生2重唱的形式。对于传统戏曲的传统与革新，您持什么样的观点？没有继承谈改革，只能是空谈。观众买票来看黄梅戏，就是要看要听黄梅戏的声腔和韵味儿。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就是改革的失败。从作品和人物出发，不拘一格，力求达到继承与革新的和谐统一，这个是大方向。21，黄梅戏成全了石白林是什么意思？22，男的认识妻子多少年了？23，关于他妻子可以知道什么？24，男的怎样看传统戏曲改革？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好的，那听完了以后，
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做出了答案呢？当然，老师要承认第一题比较难，但是2、3、4、5是不是比较简单呀？同学们在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听到了答案，对吗？后面这4个题，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是可以做对的。那既然你们都已经做完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对一下答案，我们看一看这个题目答案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我们也要看一看我们之前做的猜测是不是对的，我们之前介绍的方法是不是有用的。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21题。21题呢，其实有一点难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直接答案，我们需要去想一想，甚至可以说我们需要去猜一猜。它的问题是黄梅戏成全了石白林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是一位省委书记的评价，但是这里边没有说它是什么意思，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对话当中猜出来。比如说，那女的问他，她说：“石老，说起您，很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却妇孺皆知。看来您的作品比您的知名度要高。”男的说：“1993年10月，在合肥举办我的个人声乐作品音乐会时，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很激动地到台上祝贺。他说他有很多话要讲，长话短说就2句。黄梅戏成全了石白林，石白林创造了黄梅戏，但我一直认为是黄梅戏哺育了我，当然还有其他民族音乐。”好，那看完这个对话之后，可能还有同学觉得这个题怎么回答很难那首先有一点，老师要去提醒大家，这个句子只出现在这里，那么答案也就在这里，你不可以去后边找。比如说，你就不能选择 B。因为后边提到了他改革了黄梅戏，但是你不能选择 B， 因为这句话出现在前边而不在后边，所以后边的内容对这个题目没有用。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要按照顺序去做题所以这个题一定在这儿。那在这个里边，我们要怎么去选择呢？黄梅戏成全了石白林，也就是说，黄梅戏对石白林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说很多人对你不是很了解，但是看来您的作品比您的知名度更高，就是他唱的黄梅戏特别有名，比他还有名，那么就是说黄梅戏让他取得很大成就，他是因为黄梅戏才更有名的那这句话所以说的是 D 的意思，答案应该要选择 D。 当然了，确实这句话是很难就是分析出来的，它就有点难，但是呢大家也可以用排除的方法。 A 热爱吗？没听说。为黄梅戏付出很多吗？没有提到，在这里都没有，在这里只提到了黄梅戏比他有名，所以当然应该要选 D。 但是如果同学们明白这句话是黄梅戏哺育了我，是黄梅戏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还是答案应该要选择 D。 但是哺育这个词可能对于很多同学来说呢不太熟悉不太熟悉。这个哺育直接的意思就是像比如说这个老虎生了一只小老虎，然后这个老虎呢，大老虎呢就喂这个小老虎，先是喂奶，后是给它吃的东西，这个就叫做哺育又喂它吃东西，又教育它。那么哺育这个词呢，它比较抽象我们现在一般不说
这个谁哺育了我。但是我们要说很抽象的，比如说什么文学啊作品哺育了我呀，或者是像这样的黄梅戏哺育了我，它给了我很多东西，让我成长，我们都可以用哺育这个词。如果你还不知道，你还不确定这个词怎么用，赶紧去学习一下，赶紧记下来，然后去查词典。那这个对话当中，同学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不容易听懂的东西，比如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这句话是歌词，是黄梅戏的词啊。中国人当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不了解，你肯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什么鸟儿双对，什么绿水青山，什么笑，听不懂啊。但是呢，听不懂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您的作品比您的知名度更高，这个你听懂了就可以了。那包括后边的是有一些词也可能比较难啊，特别像比如说像妇孺皆知是一个成语，是女人和孩子都知道，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特别有名啊。所以呢，在这里啊，有听不懂的东西，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做题可以吗？可以做出来啊。当然了，这个题目是特别难的一个题目，所以万一你没有做对，也不要特别难过，也不要特别紧张，因为这个题确实特别难，但是后边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们看后边。第22题是男的认识妻子多少年了？那我刚才提醒过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数字。大家听到了1990几年、1990几年这样的数字，但是呢，在里边其实还有一些数字，你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呢？那另外一个题目是关于他妻子可以知道什么？所以这段对话谈他妻子的这样的一段对话，对你来说，你就要格外的去关注啊，他们认识多少年或者结婚多少年，还有就是这个妻子的特点是什么，你在这里边都能够找到。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应该要选择什么。女的问，说到黄梅戏，不得不说天仙配。这个戏不但倾注了您的大量心血，而且铸就一段姻缘佳话。您的妻子丁俊美小您10岁，小10岁，所以年龄比她大，这就不对，对不对？曾是严凤英的舞台姐妹，在电影《天仙配》中扮演过四姐一角儿。你们在一起50余年，好，答案选择50多年，因为50余年和50多年意思是一样的。然后，那期间坎坎坷坷，相濡以沫，这2句不重要，是什么让你们执手至今？这个执手就是拉手的意思，是什么让你们到现在还在一起，还这么相爱呢？男的回答，按照国外对婚姻的说法，去年是我们的金婚年。那如果你了解金婚这个词，你应该也能够把这个题目做出来。金婚是50年，结婚50年了就叫金婚如果你知道这个题目，你其实还是可以帮助你的这个句子可以给你一些信息，也是选择 D 我对我的夫人始终保持一种仰慕之情。1954年，那这里注意1954年，我们现在是2018年那1954年的话呢，到现在已经应该有60多年了，但是这个题目可能开始就是这个题目这个采访的时间可能比较早，所以应该50多年是最正确的在这里我们也能够猜出来，他是认识1954年我到黄梅戏剧团的时候，她才17岁，非常漂亮。
我是他的老师，那曾是他的学生，这个句子就是对的。带音乐课教乐理常识，20岁时她嫁给我，我有义务和权利去疼爱她，任何非分想法都是不允许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2句话，我对我的夫人始终保持一种仰慕之情，还在这里我有义务和权利去疼爱她。那这2句话，这个仰慕啊，就是爱的意思。那这2句话告诉我们，石白林非常爱他的太太，非常爱他的妻子，所以呢，在这里的第25题其实应该要选择 A 啊。这个题目的答案已经出来了。那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题，你还能不能记得这里边讲的是他爱他太太呢？你还能记得吗？是比较难的，因为他没有直接说，他是用了别的词。所以呢，对你来说，如果你能够提前看一下那个题目你听到这儿的时候就能够马上选择出来了。好，那这里22应该要选择 D，23应该要选择 B。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4题，关于这个黄梅戏的改革。他说呢，男的怎样看传统戏曲改革呢？这怎么改呀？我们来看一下。女的说，在黄梅戏音乐史上，您是第一个采用总谱，又是第一个使用了混编乐队，第一个用手和板交替指挥，在夫妻双双把家还中，第一个利用了西洋男女声2重唱的形式。对于传统戏曲的传统与革新，您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同学们在前边这个总谱啊、混编呀、手和板交替指挥呀都不重要，你要记得第一个做的，而且第一个用的是西洋的。西洋是什么？是欧洲、美国，是西方的。所以你只要记得第一个做第一个用西洋的形式，这个就可以了。所以你不需要明白什么叫总谱，什么叫混编，什么叫手和板交替指挥。老实说实际上老师不懂音乐，这个混编老师也不明白到底是什么。但是这个有问题吗？不明白有什么不好的吗？没有什么，你做题是可以做出来的。你明白它是大概的意思是它有一些创造性的、改革性的东西在里边。那回答是什么呢？关于传统与革新，您持有什么样的观点？男的说，没有继承谈改革，只能是空谈。这句话大家一定要从头听到尾。没有继承谈改革都是空谈，在这里写了 A 都是空谈，你可要小心点儿，不要听错了，不要选择 A。人家说的是没有继承谈改革，只能是空谈。那问题是男的怎样看传统戏曲改革？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啊。那如果男的说传统这个改革都是空谈，那你就可以选 A 了。但是如果你听到了没有什么，只能是空谈，那这个句子是双重否定，2个否定的说法，这种答案一定要小心一点儿。所以如果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继承，那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改革。我们再继续看，观众买票来看黄梅戏，就是要听黄梅戏的声腔和韵味儿。如果这些东西没有了，就是改革的失败。从作品和人物出发，不拘一格，力求达到继承与革新的和谐统一，这个是大方向。所以第一句可以告诉我们，
要改革，必须有继承，那后边其实都是表达了一样的意思。如果你第一句没有听懂，你就可以去听后边。他说人家听黄梅戏就是要听它的声腔和韵味儿，如果没了，那就改革失败了。所以一定要保留黄梅戏本身的声腔和韵味儿。那他还说我们要达到继承与改革的和谐统一，那继承和改革一定要都有，所以答案就应该选择 D 啊，就是说别的句子也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这个答案。所以呢，如果第一句没有注意到，没有听懂，后边还是需要去注意。那听完了这段话之后呢，同学们可以总结出来这段话的意思应该就是要改革也可以，但是一定要有继承。所以大家听完了这个以后，只要记住一句话，男的想法是可以改革，但是要继承和改革。那如果你听到第24的问题，你一定会选择 D。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对了，会不会有一些同学去选 A 了呢？同学们这个要小心一点，这是一个陷阱你要明白这个句子的意思然后25，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当然是爱他的妻子是正确的。好，那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做完了，也讲完了。我相信同学们呢，大部分的人至少3个题目应该是都可以做对的，对吧？我相信很多同学如果真的很认真的听那正确的理解的话，5个题目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我们强调的就是在做题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题目出题的这个顺序是跟这个采访的顺序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甚至问题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题目，他说男的怎样看戏曲改革？那问题就是关于传统与革新，您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几乎题目都是一样的那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既然他采访的顺序是一致的采访的顺序和问题的顺序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就可以一边听一边看。你可以一边听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出来了以后，你就可以先看第一个和第二个，只看一个可能不够，因为有的时候一段话里边可以做2个题一段话里面可能就是会出现2个题目的答案，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一次看2个。所以你可能在这个题目开始之前没有很多时间去看这个 ABCD 了，但是你可以一边听一边看，一边听一边看，一次看2个。那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可以猜出来他会问什么，你甚至可以直接先选出来或者是说你虽然不清楚他要问什么，但是你会知道你应该记住什么，对不对？他既然这里有时间，那我就一定要记时间。他这里问的是关于什么一个人，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我就要去小心听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小他10岁结婚50多年，然后是他的学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那就很容易去记住答案了。那你在听到问题的时候就很快就能把答案选出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在听的时候按照顺序去看。当然了，要小心这种关于男的下列哪项正确，那这样的题目你肯定是先要看一看 ABCD， 然后在听的时候你会更容易找出答案来。那像这样的题目你都不用去想，你一看 ABCD 就能猜出来他问的一定是关于男的哪个正确。那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选答案这个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这个方法相信对大家来说一定是特别有帮助的。但是我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虽然我把方法告诉你了，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真的能用到这个方法吗？
如果你不练习，你就会很难。所以方法已经告诉你了，你一定要去做练习。那在后边呢，我们会根据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艺术家呀，什么创业的人呀等等，这个不同的被采访的人的类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练习。那你一定要记得，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使用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方法。那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做练习我们要根据不同的类型来做练习，到时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吧。那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